各位朋友好，我是长工。今天是难得的晴天呢，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啊。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几年前我去欧洲，在瑞士一个是它的首都伯恩，另外一个是在卢森这个蜜月之乡卢森。这两个地方看到的鸟有一点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讲这个伯恩，是瑞士的首都它有一条很长的购物长廊6公里，是欧洲最长的购物长廊。那我们在那边耗了蛮长的时间那里这一栋跟这一栋之间这个马路它有电车通然后中间有几个那个饮水的雕像做一个像一个艺术品就是有雕像底下那个有水，它不是喷泉，它是给人家喝水的地方它那边的水非常的干净，那个生水都可以喝。在那边就看到了一些麻雀，它那个麻雀跟台湾的麻雀不一样，它叫家麻雀。台湾的麻雀是树麻雀，它那是家麻雀。我在欧洲这一次这个旅游就看到2种麻雀，一个就是家麻雀最多就是家麻雀，另外一个叫做黑胸麻雀。黑胸麻雀在伯恩那边主要都是家麻雀因为我是5月份还是繁殖期，所以那边有的是在喂小鸟，有的还会在求偶这段时间。那这个家麻雀跟树麻雀最主要的差异我们平常看的麻雀这个甲两都有黑点这是我们的麻雀的一个特点其他的麻雀没有这2点台湾还有山麻雀，山麻雀是比较少一点它的分布没有那么多，然后树麻雀是最多，在欧洲那边家麻雀很多黑胸麻雀有看到不是那么多。这是在伯恩我们那里看到的一个鸟另外一个地方是卢森卢森蜜月之乡，那边很漂亮，一个湖，卢森湖那边有一个长廊有艺术家经常在那边表演街头表演，有一个扮成雕像的你以为是雕像走近他跟你握手了然后那个湖里面有不少鸟，有不少好几种首先就讲一个叫做赤嘴前鸦。我刚看到这个赤嘴前鸦的时候还以为是红头前鸦红头前鸦在台湾看过很少在台湾是稀有的冬候鸟。那赤嘴前鸦台湾也曾经有过，那是迷鸟很难得的看到，但是在卢森湖里面有很多不是说非常多了，但是也不少有好几只
这个赤嘴前鸭，它跟那个红头前鸭最大的一个差别是这个嘴，赤嘴前鸭它的嘴红色的，红头前鸭它的嘴是黑的啊，两个是不太一样。再来就是天鹅，天鹅比较多，在那个湖上面啊。可是它的天鹅，它是油鼻天鹅，一个病字旁一个油字，油鼻，就是它鼻子上面有一个凸点啊，突出点。它跟大天鹅是叫黄嘴天鹅啊，两个体型差不多啊，主要差异在头上啊。这边的都是油鼻天鹅，油鼻天鹅我们很少见啊。台湾其实大小天鹅都很少见，都是迷鸟但是在欧洲这个天鹅应该算是很常见。那油鼻天鹅我们主要是看到它这个是平常不容易见到的，它也在那边筑巢啊。那筑巢因为那个是那个城市里面的湖那个巢材很少，有些湖边还有水泥，所以它那个巢有的是人工给它做的人工给它做的巢，给它在那边孵蛋那个因为都是在繁殖期那有的已经有小天鹅出来了，大的带着小的觅食，那个警戒非常的，它的两个翅膀扬起来好像随时要进攻的那种样子警戒性非常的强。然后有其他天鹅靠近它，就会去攻击它那个是油鼻天鹅。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白冠鸡。白冠鸡台湾有在渔翁区偶尔常常也会看到，也不算少尤其以前在七股你在渔翁区的绕来绕去红冠水鸡当然是最多的了白冠鸡还是有而且有时候是整群的。那这白冠鸡你可能没有看过它的脚，非常特别，因为在湖里面，那个湖水清澈，它站在石头上面那个脚非常的清楚，可以看到它脚这个它是有稍微一节，然后比较宽的跟那个小屁涕的比起来小屁涕的是比较没有分节，它是整片的，像桨一样，小屁涕像整片像桨一样，好一指一片，它是比例上的话，小屁涕的是更宽的它有水的话，你看小屁涕在水面上追的时候，啪在水面上跑它那个脚趾都是很宽的，一扇这样子。白冠鸡它的脚也有点那种样子它也是很擅长在水里面跑的。然后它们也都在繁殖期它有追来追去的然后有筑巢的、孵蛋的，还有交配的。这个交配的白冠鸡的交配非常的有趣。交配平常就是公上母相，对不对？交配完了以后，这个公的它都一头往前栽到水里面去，它不是走下来然后跳下来，不是，它是一个跟斗
翻下来，我本来以为是以为是这一对这个很特别啊，怎么交配完了公来滚下来了，哎，结果连续看了3次都是这样，它交配完了以后啊，不同对哦，不是都看这一对，因为它有不少哈，果然不少，它交配完以后就滚下来，不晓得是这个兴奋过度呢，还是太有礼貌了，搞不清楚。这白冠鸡交配完，头先下水，翻过去，很有意思。然后就在那个湖边，在芦笋湖旁边还有寒鸦，啊，还有几只寒鸦，啊，寒鸦我们以前我在内蒙呢有看过寒鸦啊，它这个也像乌鸦这样的那个寒鸦，稍微体型小一点啊，在那边有看到寒鸦，还有冠屁涕啊，冠屁涕也是在求偶啊，那繁殖期它们都是啊，在育雏，在喂小鸟啊，还有绿头鸭。绿头鸭也是很普遍的啊，这边到处都可以看得到绿头鸭，它也是分布真的是到处都是啊。然后还有一个看到黑洞，啊，它不是在湖边，它是我们在里面逛的时候，在街道里面逛的时候看到的啊，黑洞啊，跟我们的看起来是差不多啊，差不多。那综合起来，这些鸟，我刚讲的这一些啊，基本上都是在2个地方看到的啊。其实芦笋湖边也有那个家麻雀，也有啊。所以几乎说在一个芦笋湖，因为我们住在那边啊2天啊，所以我有2个晨昏呢，有2个晨昏可以在那湖边拍鸟，所以那次是参加旅行团拍鸟最痛快的一次，跟大家分享，谢谢。